父母疫情隔离中，12岁幼女被村支书强奸，人间惨剧带来伤痛，人造惨剧带来伤痛和愤怒。据自媒体怒火 Media 核实查证，今年中秋节当天，江西鹰潭贵溪市天禄镇刘桥村一名12岁的女童在家中遭该村党支部书记刘某宗强奸。女童的父母当时正在接受疫情集中隔离，得知消息后要冲出隔离点，被公安拦住了。贵溪市妇联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妇联已经掌握相关情况，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被侵犯的女童目前在医院。该工作人员说，涉案村支书刘某宗目前已经被羁押。另据自媒体法度唠向天禄镇政府工作人员求证得知，该案件已移交给司法处理了，到时候派出所会将处理情况统一通报。就在本文点击发送之前，贵溪警方发布敬请通报，确认了事件的真实性。通报中特别提到女童父母从未进过方舱，其实是一个避重就轻的说法。据了解，女童父母当时的确在疫情集中隔离点，只是村民分不清方舱和隔离点的区别，口误说成了方舱。人生不能假设，悲剧无法撤销，但如此恶劣的强奸幼女案发生，我们迫切需要检视每一处细节，去寻找任何一点能避免悲剧发生的可能性。村支书何以光天化日施暴？据案发地刘桥村原主任介绍，刘某宗强奸幼女发生在中秋节9月10日中午，其当晚被警方抓走。据警情通报，刘某已被提请刑事拘留。光天化日还是中秋节正热闹的时候，强奸暴行何以能够得逞呢？监护人去哪儿了？邻居去哪儿了？这也正是我将这个案子称为人造惨剧的原因。12岁的女童原本应该在父母亲人的呵护之下，就算父母临时有事走开，邻居、路人也有可能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可问题在于，孩子的父母因疫情被隔离，在孩子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能出现在身边，哪怕听到了女儿被强奸的噩耗，也无法第一时间赶回安慰。而邻居们则处在静默管控中，没人能轻易出门。大家应该还记得，8月底曾有一对父子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参加岳父和外公的葬礼，被行政处罚和集中隔离的新闻。那件事也是发生在江西鹰潭。同一场疫情的静默管控至今没有解除。女童的父母因何被送到集中隔离点，我们不得而知。家中是否还有老人帮忙照管孩子，目前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万家团圆的中秋佳节，12岁的女童的身边没有来自父母的监护。如此惨剧本不该发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本文开头引用的2个信源全都是自媒体。按理说，涉及重大刑事案件是需要等官方通报或持证新闻媒体报道来确认消息的。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是这些自媒体的核实求证与发声，这一恶性案件很可能根本不会进入公共视野，也大概率不会有警方通报。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其中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认识，其本身就是某知名报社的在职记者。获知选题后，他按标准流程进行采访核实，并向单位上报选题。然而得到的却是不予报道的回复，无奈之下才选择用自媒体公开。在得到2个不同的信源交叉验证后，我才敢引用这些信息。这个案子采访难吗？一点都不难。当地人义愤填膺，很多人愿意向记者讲述情况。那这个新闻值得报道吗？当然值得。如此恶劣的人渣，当然要在舆论的监督之下，确保他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那为什么有采编权的正规新闻媒体不肯报道呢？如此魔幻，本不该发生。